在上一期讲到了盆景春季的修剪，今天再与朋友们聊一下关于春季的施肥。肥料是盆景基本的养分组成，施肥时机得当，方法正确，可促使盆景的健康成长。这是磷酸二氢钾肥料，这种肥也被称为植物的万能肥，既可当作底肥，又能作为叶面肥。磷和钾肥有形成花果、促进枝干健康成长的功效，但在盆景中仅使用在像金蛋子这种开花结果的树种上，不可乱施，要慎重。像钾肥就不能用于防秧。时间关系，今天就不展开讨论。金蛋子盆景正是开花结果期，提高它的挂果力，补充一点磷酸二氢钾的肥料是有益的。使用前要看准包装上的说明。这里是1/1000的稀释比例，杯子大约是1.5公斤水，取1克磷酸二氢钾，另当乌龙。把它灌输到盆中，盆土干先浇一遍，然后再补充一次，土中的含水就饱和了。我们在平时浇水的时候也要这样，盆土干的时候浇水，顺着开裂的盆土很快从底口流走。盆土的中心还是干的，因此在浇第一遍水之后，再要补充一次水。春季施肥除了挂果盆景，主要是补充以氮为主的肥料。这是自己泡制的防肥，加一点肥水进去，不能多加。施肥不产生肥害的技巧是薄肥轻施，就像现在这样，肥料淡一点，像浇水一样。每隔4天补充一次，每隔半个月为一个周期，1年中进行3到4次就可以了。让盆景在基壳中分多次吸收少量的肥料。盆景吸收过浓的肥料，使树叶的浓度过高产生反式，也就是通常说的烧根，这是产生肥害最直接的原因。施肥要在傍晚进行，这个时候的盆土温度降低，土偏干，更有利于盆景的吸收。第2天早晨再补浇一次水，冲走这些残渣，也会形成盆景第2次对肥料的吸收。这里讲的施肥的方法其实与平时一样，不限于春季。今天的重点主要是讲一下春季什么样的盆景不能施肥，及施肥之后产生的危害。一是对盆景进行了造型操作，损伤了坯层，尤其是进行了破干或者巨口拉弯的盆景不能进行施肥，原因是伤口颈层的皮层供氧比较弱，树叶的浓度增强，流速变缓，很有可能使伤口的上端产生湿渍。二是嫁接后没有完全愈合的盆景不能施肥，施肥可能造成嫁接的失败，这与上面的道理是一样的。3是在春季盆景进行控养，像罗汉松进行控叶，松树进行逼压短针，结生芽的树种控制枝节等等都不要施肥。补充氮肥就会加快枝叶的生长，使控养失去效果。4是在进行高压的树种不要施肥。5是对下生桩或者是今年上盆的盆景不能施肥，尤其是不能在盆土中掺肥。关于这个问题我讲过多次，盆土中含肥是很难控制的，一旦产生肥害，盆景很难救治。肥料是依据盆景的生长在后期进行补充的。虽然有一种说法成活之后可以施肥，但问题是很多抽养下生桩的朋友还很难判断树桩或者是盆景真正成活的状况。肥不是万能的，树长的成活才是盆景能继续玩下去的硬道理。我是山区弄茶，谢谢您的收看，下期见。